朋友们，重大消息！就在8月29号凌晨，有在克里米亚半岛居住的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证实俄罗斯军队部署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区海边的 S-400防空导弹和远程反隐身预警雷达阵地受到了猛烈的空中打击，现场有显而易见的爆炸痕迹，并且燃起了大火。那么这次爆炸，俄军损失了哪些东西呢？俄罗斯防空系统为什么没有反应呢？乌军又是怎么样打击此阵地的呢？别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防空导弹阵地是俄军用来保护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在此部署了一套 S-400远程导弹防空系统以及远程预警雷达系统，而 S-400就是俄罗斯的第3代地对空导弹系统，主要是用于超低空到高空近距离再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密集多目标空袭，配置了 S-400凯旋式防空导弹，整体弹长 5.11 到 7.50 米，弹体直径 0.2 到 0.45 米，弹重700到1600公斤。系统应对了4种导弹，专门来对应防空需要，包含了超远程的 40N6 400公里，远程的 48N6E3 250公里，中程的 9M96E2 120公里，以及近程的 9M96E 40公里，能够相互弥补，从而构成多层次的防空屏障。此款独特的武器设计相比其称为导弹呢，大兵认为导弹组合系统是更为合适的，其战术思想是透过协同化现有多种导弹，再加上强化过的侦搜电站，以此成为战场上的一种新战术单元。俄罗斯之前曾经向外宣称 S-400 的许多特征专门是用来对付敌方的反制手段和隐形功能的，拥有着更强大的雷达功能，并且增加了反干扰的能力，可以直接接管现有的 S-300 系列，纳入组合一体化，对于已经使用俄系防空导弹的国家很容易导入。而截止到2014年12月，俄空军一共装备了8个营的 S-400防空导弹，可以说是俄军手中的王牌武器。如果这次袭击造成了 S-400导弹的损失，那么对俄罗斯的防空武器的声誉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大家要知道，一套 S-400的造价相当不菲。举个例子来说，在2018年5月，印度和俄罗斯达成价值60亿美元，共计5个营每套的 S-400导弹装备的合约，折合下来呢，每套价值是12亿美元。虽说国内造价可能不会那么高，但是一套6、7亿总归是要有的。对于现今每年只有600多亿的军费的毛熊来说呢，虽不至于伤筋动骨，但也挺肉疼的。此外，该基地还部署有一套巨大的 55ZH6U NEBOU 米波远程预警雷达，主要呢是用于远程警戒。此款雷达的探测距离达到了600公里，可以监控整个黑海的空域。此外呢，在该导弹基地还部署了由一套最先进的 POD-LEK K1 雷达。此型防空雷达呢，可以说是俄军最先进、最强大的全高度广域搜索雷达了。同时呢，也是一款工作于 S 波段的3坐标雷达。俄军将其高度集成在一辆越野车上面，拥有着极强的机动性。俄军在2020年首次装备 K1 雷达，据俄罗斯宣称 ，K1 雷达的极限探测范围能够达到300公里，应用了先进的2维数字相控阵的体制，拥有着对不同目标的灵活探测能力，不仅能够探测空气动力类目标，还能够执行对弹道类目标的探测任务。低空、超低空的来袭目标也逃不过监测，例如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等等，有着多任务能力强、探测范围大、跟踪数据率高、阵地环境适应能力强以及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不过在大兵看来，这多少是有点掺水了，因为该雷达早在今年7月份就曾遭遇乌军反辐射导弹的打击，部署于赫尔松州的一套 K1 雷达在距离乌军100公里的地方被摧毁了。以上这些如果全部都被爆炸摧毁的话，那么俄军至少会有10亿美元左右的损失，已经赶得上全年军费的1/60了。就连之前萨基机场爆炸都没有这次严重。此外呢，虽说俄军自从2018年年底开始在克里米亚部署最先进的 S-400导弹防空系统，目前更是部署超过了6个营的 S-400，但是这次从俄乌战争的实践来看呢，俄式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是一如既往的令人失望。
就在当地时间8月2号下午15点20分左右，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发生了数次大爆炸，所产生的巨型蘑菇云在20-30公里外都清晰可见。这次爆炸呢，至少造成了12架俄军战机损毁。不久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就向外声明，造成这次爆炸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场人员违反消防规定，从而造成临时储存区的航空弹药连环爆炸。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部署在周围的 S-400呢？其实，由于近期受到的一连串打击，俄军的防空导弹系统已经不够用了。俄军甚至需要把部署在叙利亚的 S-300来运回国内。根据以色列商业卫星公司的透露，从卫星图像中可以看出，俄军正在把布置于叙利亚的 S-300拉回国内。此外，美国一家网站也报道，在8月20号，隶属于俄国防部的斯巴达2号货船已经到达叙利亚的塔尔图斯，并且在8月24号将一套 S-300防空导弹系统给装走，之后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然后8月27号抵达了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而这套 S-300返回俄罗斯以后呢，将会用于强化克里米亚地区或者是刻赤海峡附近的防空能力。另外，在过去几周以来，除了克里米亚的军用基地以及机场多次发生爆炸以外，还有大量爆炸和袭击事件发生在克里米亚的弹药库、大桥等重要设施上，就连俄军黑海舰队的基地也是时常受到无人机的打击。所以说，俄军急需增强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的防空力量。再加上这些袭击发生的时候呢，俄军部署的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而被乌军接连摧毁了数套雷达系统，这也引起了众多军迷的唏嘘。因为按照俄军平时的宣传，俄军的防空导弹系统应该是先进的、强大的，特别是被一直推崇的 S-300和 S-4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应该是犹如金钟罩铁布衫一样才对。但是为什么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得如此拉胯呢？可能其实大家不知道啊，在近40年的战争里，俄系防空导弹系统的主要作用那就是挨打，基本上没有一次例外。这里可能有人就要反驳了啊，说比如在1999年南联盟使用俄系防空导弹击落的 F-117隐身战机，还有就是波黑民兵也曾经击落过美军的 F-16，或者是也门士兵用其击落过美国造的 F-15，但是这些都是个例。即使俄式防空是有个别战力击落过敌机，但是最终的总体战争结果依然是俄式防空系统落了下风。大兵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正所谓防空防空，10防9空，攻势空军才是最有效的决定性作战力量。地面防空呢，那只能承担辅助作用。近几十年期间的战争也表明出，所有使用俄式防空系统为主要防空力量的，基本上都是被毒打。大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举例，1982年叙利亚在贝卡谷地的惨败，1991年伊拉克的惨败，还有之后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亚战争等等。在这些战争期间呢，俄式防空系统都是早期表现强悍无比，但是打到最后还是被空中力量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所以说啊，战争中最重要的还是夺取制空权，而夺取制空权呢，就必须依靠攻势空军。其实俄式防空系统的用途呢，在早期设计中也只是在一个大的空军防空体系之下的，在地面辅助作战期间依然是要依靠战机去夺取制空权的。只是毛雄为了出售自家防空导弹，才把产品性能吹得那么强大。但是很多国家和军迷就真信了，只靠 S-400是不可能统治天空战场的。在攻势空军面前，任何防空导弹都是被碾压的结局。只有坚持发展攻势空军和空中打击系统，坚持战机和地空导弹的平衡发展才是王道。正所谓最强的防守就是进攻嘛。另外呢，大兵心想，毕竟这时候啊，土耳其估计会有点心慌。在2017年底，土耳其执意向俄罗斯购买了 S-400防空系统，甚至结果遭到了美国的反对，直接将土耳其踢出了 F-35战机的项目，同时还终止了继续向土耳其提供 T-129直升机所使用的 CTS-800型涡轴发动机。虽然在2019年7月12号，土耳其收到了首批 S-400导弹防御系统，但是现今 S-400如此不靠谱的表现，土耳其呢算是自食恶果了。目前俄乌双方呢还未对此次爆炸事件发表评论。大兵猜测呢，俄罗斯国防部可能会一如既往的否认，或者是宣称意外事故。不过很多军事专家猜测，近期俄防空系统频频遭到攻击，大概率是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战斗机挂载美制 AGM-88哈姆反辐射雷达导弹的战果。要知道，现今乌空军正在进行一系列目标明确的打击行动，希望以此来撕裂俄军的防空网，从而通过雷达网间隙打击俄军
后方纵深阵地。至于俄军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不仅没有拦截到来袭的 AGM-88 反辐射导弹，甚至是连来袭的米格29战斗机都没有成功拦截。此前呢，在8月8号，美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向外宣称，美国政府已经将没有指明型号的反辐射导弹交付乌军使用，能够从现有的一些战机上发射这种导弹。虽然卡尔并未标明向乌克兰提供的是哪种导弹，但是他这番表态呢，却是回应媒体上已经出现了照片。这些照片中显示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残骸出现在了俄罗斯控制区。从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哈姆反辐射导弹残骸上来看呢，乌军装备的应该是 AGM-88D。该型反辐射导弹最大射程是150公里，极限速度是 3.5 马赫，高空射程可以达150公里，拥有3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分别为自卫模式、目标扫描模式和预先编程模式。其中自卫模式只能由安装了专业电子战模块的战斗机使用。虽说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战机是可以挂载哈姆反辐射导弹，但是大概率是安装不了昂贵的电子战模块的，所以说乌空军只能使用哈姆导弹的目标扫描模式和预先编程模式。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目标扫描模式该模式是指依靠哈姆反辐射导弹在受到地面防空雷达侦测后，导弹自带的电子模组会收集相关信息，随后向飞行员告警，紧接着再由飞行员决定是否对敌方雷达发起攻击。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大量普通战斗机经过简单改装后就可以使用哈姆反辐射导弹，缺点呢，则是己方需要先被敌方照射到，然后才能发起攻击。而预先编程模式则是在战斗机升空前呢，将目标所在区域的相关信息导入哈姆导弹的制导模组内，战斗机呢只负责将导弹发射出去，之后导弹会自主前往预定的相关区域，开机检测目标的雷达波后，直接展开攻击。以现在的整体情况分析来看呢，乌军这次采用的大概率就是这个模式。而乌空军呢，想要得到位置信息其实也不难，毕竟北约各国在俄乌军事冲突中向乌军提供了大量的俄军情报，早已经不是秘密了。从早期的俄军地面部队的行动，到后面俄黑海舰队莫斯科号巡洋舰的沉没，基本上都是有北约情报侦察系统的影子。所以对于美国和北约来说呢，想要找到俄军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位置，那并不是一件难事。虽然说就算是面对哈姆导弹的预先编程模式，俄军也有着相应办法是可以阻止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由专业的电子战飞机在附近空域进行长时间布防和警戒，一旦发现来袭目标，就对其进行强电磁干扰，从而让其无法正常工作。但是显然俄军没有给 S-400配备足够的保护设备，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化作战优势。孤零零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间接增加了乌军得手的概率。另外，现今俄军使用最频繁的，同时也是最先进的，就是伊尔22PP 电子战机。所谓的先进的，那是相对的。伊尔22PP在早期的俄乌战场上就曾经被乌军的防空导弹击伤过，虽然没有击落，但是对于这样一款电子战机而言，依然是属于极为罕见的情况。再加上受制于微电子系统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俄军现在依然没有开发出一款比肩美国的 EA-18G 这种基于战斗机平台开发而来的电子战机。而伊尔22PP 电子战斗机因为性能有限，不仅飞行速度较慢，其响应能力也比较差。另外呢，在前几天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在华盛顿和利雅得谈判之后呢，沙特已经同意将乌克兰制造的雷霆2战术弹道导弹归还卖家。不过该消息未得到美国、乌克兰以及沙特等官方的证实，真假是尚不可知。根据公开的资料看，沙特确实为乌克兰雷霆2的开发是提供了资金。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乌克兰会向沙特转让该导弹的生产技术。不过官方消息显示，本应在今年完成测试并且量产的雷霆2，由于这次俄乌战争的爆发，量产计划呢已经被迫搁置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沙特此前确实收到了部分雷霆2导弹用于测试。在性能方面，雷霆2导弹应用了单极固体燃料导弹，弹体主要由复合材料制成，极限射程超过了500公里，命中精度在5米以内。其战斗部能够携带云爆弹、高爆弹，
以及高爆破片弹头，毁伤能力强悍，杀伤范围极广。而且为了提升命中率，该导弹的弹道进行了特殊设计，能够在11到50公里的高度上呢，以近乎平飞的弹道飞行，大幅增加了敌方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如果乌军是真的得到了雷霆2导弹的话，这次爆炸还真的有可能就是该导弹造成的。当然呢，以上都是大兵的一些猜测，真实情况还得看俄乌国防部向外的报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那么大家对于这次 S-400防空系统被炸是有何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